意外从天台掉下摔死后，我穿进恐怖游戏里，让吸血七塞蛮男仆帮我洗脚，认狼人大 boss 当哥哥，给食尸鬼老管家送暖心福利。刚睡醒，被迫和大 boss 玩捆绑 play， 我使出爱之感化技能，来吧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，用力抽。你不会是不行吧？狼人 boss 面红耳赤，瞬间挺直腰杆，我超行的好吗？欢迎您来到无限流游戏重生中，准备进入玫瑰庄园副本。副本年代：西欧中世纪，玩家人数3人。根据您所抽取的身份卡，此次身份为庄园领主的女儿。游戏任务：成功存活4天。祝您成功通关。我听见脑海中响起的机械女声，脸上闪过若隐若现的笑意。10分钟前，我刚从楼顶摔下来，脑子被砸得粉碎，浆液四处飞溅，但没来得及享受死亡带来的极致痛感，一道光影闪过，我就已经来到一处白色空间内。除了我以外，还有2位男人。其中一位是染着满头红毛的非主流李刚，和旁边下巴有刀疤的中年人王强。看面相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躲在一旁听他们聊天。这个游戏只要凑够1万积分，就能成功在现实世界里复活。这里面的所有人都是死了以后被选进游戏的天选之子。听见这几个字，我冷不丁地喷了一句：狗屁，亡命之徒罢了。他俩听见我的话，走过来，不满地开口：小妹儿，刚死的吧？够狂啊！我表情淡漠，一如既往，2位大哥已经死了很久了吧？衣服都馊了，前辈好啊！死都死了，谁跟你扯什么前辈啊？第一次进游戏，我比你还狂，只不过后面摔得太惨，只能苟着。小妹儿，萍水相逢都是缘，听李哥一句劝，进了游戏，我们就是队友，一定要互相关照。旁边的王强也附和着点头，啊，对，联手才有活路。我听后笑笑没说话。这时，白色房间内的屏幕上出现3张卡片，这是身份卡，由玩家抽选进入副本的身份。李刚看着屏幕，突然眼里闪过一丝光亮，急切地说了一句：随机，谁先抽都一样，我先来吧。他抽完以后，王强也赶紧冲上去抽了一张，屏幕上只剩下1张。我走上去，用手点了点。这时，在我看不到的地方，直播弹幕上已经热火朝天地讨论起来。哟吼，今天居然有新人玩家来了，还是个水灵灵的妹子。等一下，刚才插播了一条新闻，华视巨婴高中教学楼天台上有位高3的女学生跳楼自杀，看照片和这新玩家长得一模一样。对了，名字好像叫苏木。重生这个游戏我已经研究很久了，里面有无数副本，通关方式和任务各不相同。这次的玫瑰庄园副本是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进行的。虽然不知道是怎么研发出来的，但这个游戏确实可以实现某些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不了的东西。刚才说的亡命之徒，其实是指我自己。为了进入游戏而选择死亡的人，怎么也当得起这个称号。当然，我的死不是自杀，而是他杀。进入游戏也并非本意，而是运气。李刚才急着上去挑选身份卡时，若我猜的没错，他使用了透视眼技能。虽然身份确实是随机的，但通过在游戏里获得的某些技能，可以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身份。他们是游戏的老玩家，就想坑我一个新手。此时弹幕里也在起哄，那李刚和王强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出老千对付一个小姑娘，还要不要脸？呵呵，那李刚若是要脸，就不会得个赖皮狗的外号了。此人最是狡诈，前面6次副本都是靠坑蒙拐骗通关的。那王强也不是啥好人，生前是连环杀手，总是装出一副老好人的样子，等别人降低防备心的时候就背后下黑手。玫瑰庄园副本可不简单，超 S 级副本，虽然不是 SS 级，但很多大神都折在里面了，而且还遇上这2个老阴逼，小姑娘有些难啊。刚才李刚抽了个教会神父的身份，而王强则抽到血猎，也叫吸血鬼猎人。这2个身份从一开始就很有利，开局就有基础技能，而我的领主千金除了身份尊贵以外一无所有。根据剧情，庄园领主也就是我的父亲大人发了请帖，说庄园里有怪事发生，邀请神父和血猎上门驱邪抓鬼。按时间，他们得隔天中午才到。我已经在庄园里度过整晚外加1个上午了。夏国有句古话叫近水楼台先得月。眼前一黑，我进入副本中，准备迎接第1晚的死亡之夜。昏暗的房间内，我在一张柔软的大床上醒来。为了贯彻恶毒又高傲的贵族小姐身份，我打算先叫副本里的小 boss 进来一起玩耍。白皙的脚踩在木地板上，打开门，往外面大喊一声：小亨利，过来帮本小姐洗脚。远处传来一声清脆的男声：好的，我的主人，请稍等一会儿。城堡中无比空旷，一阵冷风呼在身上，我打了个冷战。明明是大夏天，这里却像是个天然冰窖一样。阴风呼啸，窗外月亮半圆，泛着红光，十分诡异。直播弹幕里突然发出一阵阵嗤笑声。这次的新人还真是不怕死。红月降临，其他玩家巴不得挖个洞躲在地下，他倒好，居然让副本 BOSS 之一的吸血七塞蛮男仆亨利帮忙洗脚，还真是不怕死的太快。红月有让诡异狂暴的效果，我看黑铁公会的夜神闯关回放，他还是躲进墓地的一口空棺材里，沾上吸血鬼的气息才躲过一劫。很多玩家连第1晚都没熬过去。
还好我看不到弹幕里的各种吐槽，身上穿的白色花仙衫蕾丝睡裙太薄了，我只好跑回床上，用棉被盖过头顶，安静地等待起来。木门被打开，我转过头去，本以为会看见一位清秀的小帅哥，可进来的却是一个上半身像蚯蚓、张开血盆大口的怪物。他手里还抱着个热气腾腾的木盆。亨利的声音变得刺耳又难听，像是捏着嗓子说话：“主人，我来帮你洗脚。要是眼瞎就好了，可惜我双眼视力5.0。”那嘴巴里全是尖利的牙齿，在血红的夜色下显得尤为瘆人。一口一个小乖乖，不过还好，我有一个天生的技能，心口不一，胡话张口就来。哦，小亨利，我觉得你今晚特别不一样，惊为天人的帅，帅得我心都飞了。半弯红月之下，亨利自然是知道自己已经现出原形。原本他想趁着洗脚的机会，将这位平日里作威作福的贵族小姐鲜血给吸个精光。手里的木盆掉落在地上，他愣在原地，显得有些局促。我突然噗呲哧一声地笑出来，小亨利，你真可爱。亨利用手指着自己，有些不确定地反问，小姐，您真的觉得我很可爱吗？用力地点头，刚才的帅或许是湖州的，但现在夸出口的可爱却是真心的。是的，在我心里，你一直是个单纯、善良又可爱的孩子。此时弹幕已经炸锅了，无数人惊掉了下巴。卧槽，这些人玩家睁着眼说瞎话呀！这怪物怎么也跟帅、善良和可爱这几个美好的形容词挂不上钩吧？咦，这玩意长得跟电影《沙丘》里的缩小版杀虫一样，口吐臭气，身上还有粘液，嘴巴一口能吞下10个成年男人，恶心死了。我看他真是饿了，饿极了，看什么都眉清目秀的。玫瑰庄园共有3位 BOSS。重生游戏刚出现的时候，我就十分感兴趣，每日在网上收集各类消息。小亨利不过是玫瑰庄园副本里面最弱的一位，和其他2位相比，简直小巫见大巫。我之所以这么着急在死亡之夜就召唤他，还有一个原因。只要在红月降临时和亨利交谈超过10句以上，就能得到游戏的隐藏奖励。这个经验贴是大半夜出现在贴吧上的，那时候我正好刷到，只出现了几分钟就被删掉了，后面再怎么找也找不到。估计是官方不想一下就让太多人知道，所以出手删除了。既然有人发帖，就证明这件事是可行的，不管能不能成功，我都想试一试。泡脚是泡不成了，但泡条虫还是可以的。用手拍了拍床边，我一脸温柔地看着他。今晚时间正好，不如坐下来一起聊聊天。窗外血红月色映在亨利脸上，体内的暴怒之意开始沸腾起来。还没等他发作，我站起身来，轻轻牵起少年的手，带到床边。哎呀，害羞什么？像你这么可爱的孩子，父母肯定很爱你吧？能不能和我说说你小时候的事情？亨利听见父母2个字，身体颤抖了一下，上半身重新变回清秀少年的模样，双眼流下血泪。他声音有些颤抖，小时候，自从来到这里以后，就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，所有人都叫我怪物，然后又被黑心商人卖到庄园里。小姐不觉得我长得很可怕吗？我见话题被带起，握紧亨利的双手，疯狂地摇头。不可怕，一点也不可怕。我想知道的不是你在这里的童年，而是你真实的童年。好好想想，在现实里深爱你的爸爸妈妈，他们说不定也在某个地方关注着你。你不叫什么亨利，这都是游戏设定的名字。你姓周，叫周宇。少年双手抱头，脑子像被针扎一样疼痛，回忆断断续续的出现，让他心惊。周宇，我姓周，车祸死了以后被传送进游戏里，闯关失败，所有的记忆都忘记了。爸妈，他们还在家等我回去过生日。周宇是在1年前进入游戏里的。一位初中生为了救一只闯红灯的流浪猫，不幸被小车撞死。那天刚好是他的生日。周宇父母早就准备好了满满一大桌饭菜和生日蛋糕，却怎么也等不回最疼爱的儿子。生日变成忌日，2位中年人坐在医院，一夜白头。当时这篇新闻报道我看过，因为这件事太令人心痛难过，我一直记得，又在贴吧副本经验贴里看到了亨利的图片。2人除了发色不一样，长相完全相同，我很肯定，亨利就是周宇。我通过许多途径得到了周宇父母的联系方式，将这件事告诉他们。一位名叫周爸爸的观众突然发了2句话：苏木，谢谢你帮我找到儿子，儿子加油，爸妈永远在家等你回来。看到这2句话，直播弹幕里不管是玩家还是观众都忍不住泪目了。呜呜，太感人！我都死了这么久，居然破天荒的看直播哭了。卧槽！许念这个小姑娘心地真善良，我一开始还诅咒你这次无法通关成功，我真该死啊！看不到直播里众人对我态度的转变，我一心只想着怎么才能获得隐藏的任务奖励，和周瑜有一句没一句的聊起来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话对他产生了激励作用，少年的眼睛已经恢复了清明，一脸崇拜地看着我。我的主人，哦不，以后我可以叫你苏木姐姐吗？叫完姐姐以后，周宇双颊微红，有些不知所措。姐姐，嘿嘿嘿，我父母早逝，和亲戚来往不多，孤零零一个人，在学校里也没人愿意和我做朋友，现在突然多了位帅气的弟弟，简直不要太开心好吗？周宇，以后你就是我苏木的弟弟了。弟弟好，弟弟乖。
我在心里大喊：弟弟，赶紧把游戏隐藏的奖励变出来啊！这时脑子里突然响起机械女声。亨利被玩家成功感化，恭喜玩家获得隐藏奖励。技能：爱的感化。注释：此技能可以感化游戏中的所有 NPC， 感化值到达100%，玩家有机会获得掉落的道具和隐藏奖励技能， NPC 不会再主动攻击玩家。哦，爱的感化，这个技能称得上是超级金手指了。我研究游戏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技能。谢谢弟弟，姐姐真的太爱你了。来，给我抱一抱。少年没见过这么热情的姐姐，像被煮熟的虾子，从脸到脖子全都红透了，仓促地逃离开，走之前还特意嘱咐了一句：姐姐，今晚不宜出门，还是待在房间里比较安全。他毕竟还是游戏里的 NPC， 提醒的太多，自身也会被抹除，只能隐晦地开口。等周瑜走后，城堡里传来几声粗犷的男声：哼，威廉，我可是贵族，世代承袭的伯爵领主，你居然敢对我动手！你这只身体里流着肮脏血脉的臭虫，粗鄙的野兽！皇帝陛下不会放过你的。苏木，快点救我！我站在窗边，小心地探出头往下看去。城堡花园里有一位身形高大的男子，轻而易举地扛起一位体型肥硕、穿着贵族服饰的老男人。那男子就是玫瑰庄园副本里的最大 BOSS 狼人威廉。威廉似乎是感受到某道注视的目光，朝着2楼窗户看去。呼吸一顿，我立刻弯腰蹲下。威廉是玫瑰庄园领主的养子，也是我名义上的兄长。他从小就被领主和领主千金，也就是我，殴打辱骂。根据副本剧情，成年后黑化的威廉一直都想对我俩进行毁灭性的报复，杀掉恶毒的父女俩，夺走爵位，变成玫瑰庄园真正的主人。若说这个副本里最希望我死去的人，威廉绝对当仁不让。他已经对领主下手，下一个目标就是我。不过我一点也不慌，走到床上先睡一觉，养足精神再说。第一日大清早，刚睁开眼，耳边便传来一道低沉的男声：我亲爱的妹妹，你睡得可真香，就像头死猪一样。哇，这声音低沉深沉有内涵，声控不要太爱了。此时弹幕里各种嘲笑，哈哈哈，这 NPC 的嘴也太毒了，让你睡这么沉，这下好了吧，落在大 boss 手里了。之前牧神就差点死在这半人半兽的狼人手里，我倒要看看这新人要怎么逃过这一劫。我被绳子紧紧地束缚在椅子上，除了墙上油灯发出的点点光亮外，周围一片昏暗。四处看去，潮湿的地板，还有各种刑具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。前面站着一位英俊帅气的黑发男人，正居高临下地盯着我。他嘴角露出一抹残忍的笑容：苏木，最疼爱的你的父亲大人已经快死了，你是不是很难过，很痛苦？是不是很想杀了我？威廉从我面前离开，后面则是被绑在十字架上，如同濒死老狗一样的亚瑟伯爵。此时他被堵着嘴，身上全是鞭痕血迹，脸还破相了，像是被什么锋利的爪尖挠破。亚瑟双眼凶狠地看向我，肥胖的身躯不停地挣扎着。男人将他嘴里的臭抹布扯开：苏木，快救我！你死了也没关系，我可是尊贵的领主，快过来救我！此时按照剧情，我应该疯狂怒吼，呵斥威廉的暴行。作为玩家，还会使用各种道具，想方设法逃出去，躲避狼人的追杀。可我不是一般人。望着身下捆得紧紧的绳索，我妩媚地看向帅气的男人：小哥哥，你是想和我玩捆绑 play 吗？来呀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，用你手中的鞭子狠狠地抽向我。威廉手里的长鞭掉落在地上。你说什么？亚瑟的脸不停抽搐。OMG， 我的上帝呀，这孩子是不是被邪灵附体了？弹幕众人：卧槽，这小姑娘也太生猛了。我想了无数种她有可能会用的方法，唯独没想到这种调戏狼人大 boss， 还真不是一般人能想得出的点子。我服了。威廉低下头，用手抬起我的下巴：我的妹妹，你是认真的吗？我直视他的眼睛，将脸猛地贴近，嬉笑道：哦，我亲爱的哥哥，我当然是认真的，你不会是害怕了吧？还是你根本就下不去手？你不行吗？男人不能说不行，就算是游戏诡异 NPC 也一样。他咳嗽几声，挺了挺腰杆子，嗨嗨，我超行的好吗？我闭上眼睛，一脸享受地等待鞭子的落下。还没打，我就已经开始叫起来了，声音越听越不对劲。男人犹豫了一会儿，依旧还是没能干出如此令人羞耻的事情。我就算不打你，也能让你感到痛苦。你不是一向很敬重你的父亲大人吗？我倒想看看，若是给你一个机会，两人之间只能活下去一个，你会怎么选择？苏木可是出了名的孝顺，威廉认为他一定会设下自己的性命，救下亚瑟。一把镶嵌着红宝石的锋利匕首递到我面前。来吧，苏木，让我看看你的决心。我看着这把匕首，内心万分激动，就连手也开始颤抖起来。威廉还以为我是因为要牺牲自己感到害怕，我可不是害怕，而是激动。SSS 级道具摩比斯之刃，
比我更不淡定的就是弹幕里的键盘侠们。为什么 SSS 级道具摩比斯之刃会出现在玫瑰庄园副本里？这绝对不可能。超 S 级副本里最多只有 S 级道具，怎么会出现神级道具？还是从诡异 NPC 的手里？该不会是这新人玩家开挂了吧？赶紧向游戏管理员反馈漏洞，肯定是出 bug 了。还好我看不见弹幕，否则定要和他们吵上一架。我记得摩比斯之刃明明是出现在孤魂岛的副本里，怎么会在威廉手上？忍下一问，我拿起匕首，3两下将绳索割开。威廉一脸不解，你不是要自杀？这是在干什么？走到父亲面前，我悠悠地望着他，眼里流下几滴鳄鱼的眼泪。亚瑟虽然也有些舍不得我，但还是十分欣慰地开口：苏木，我就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没关系，死后你一定会去天堂的。我突然笑了一声，谁说我要自杀了？我已经死过一次了。那些害了我和我父母的人，我一个也不会放过。用摩比乌斯之刃猛地刺进亚瑟的脖颈处，鲜血四溅，将我身上的白裙染红。哈哈哈哈！既是两人之中只能活一个，那活下来的人自然是我。亚瑟瞪大眼睛怒斥：你怎么敢？我将匕首放在舌尖舔了舔，这血多新鲜啊，暖暖的，很贴心。查理，我为什么敢动手？你难道心里没点逼数吗？听见查理2个字，领主的脸上出现了不可思议的表情。你怎么会知道？说完就咽气了，死不瞑目。查理，亚瑟的双胞胎弟弟，两人有着一样的面容，但身份却完全不同。一个整日游手好闲的浪荡子，一个是承袭爵位的高贵领主。他杀了亚瑟夫妇后，瞒天过海，顶替身份，将侄女养大。但其实他对苏木并没有感情，甚至可以随时让他去死。我亲爱的哥哥，你不知道吧？这人是亚瑟的双胞胎弟弟查理。我已经做出了选择，希望你也能说到做到哦。威廉愣在原地，呆滞的点头。苏木明明是人类，为什么手段比他还要残忍？这就是他的真面目吗？多亏苏木杀父的壮举，小视频一路从边缘区冲上了首页推荐榜第1。只要一点进去就能看到直播。视频页面中，玩家疯狂发弹幕，键盘都快冒烟了。卧槽！今日算是开眼了，往后苏木小姐姐就是我除了夜神以外崇拜的第2位游戏闯关大神。木神，我爱你。苏木也算是在游戏里开创了一条全新的赛道。不过这小姑娘年纪不大，心思倒是挺深的，看起来还有点受虐的倾向。什么木神，楼上放你妈的狗屁！这副本连1半都没到，可别忘了，就算威廉被他成功攻略，还有一位大 boss 还没出现呢。对呀，食尸鬼老管家，我愿称之为杀人狂魔。不仅喜爱杀人，最后还要吃人。苏木遇上他，100%没活路。不信我们打赌，若是被他躲过去，我就去吃老爸秘制酱料。赌了，若是木神败了，我就喝尿，到时候你可别认怂。不知道弹幕赌这么大，我还在想要怎么从威廉手里夺走摩比斯之刃。按理来说，我已经彻底打消了他想要杀我的欲望，可为什么游戏还没有播报威廉的感化指数？难道在他面前杀了查理这件事算不上感化？这下就有点难办了。威廉走过来，从我手中夺过匕首，双眼冰冷地盯着我，红宝石在烛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，刀尖猛地刺向我面前。哥哥，你难道要出尔反尔，杀了我吗？这句话并没有让威廉心软，匕首从耳边划过。就在这时，地下室的铁栏被人用力撞开，周宇双眼睁大，惊叫道：威廉少爷，不要伤害我姐姐！男人冷笑2声，刀刃从我脸侧划过，插回他腰间的刀鞘中。亨利，平日里他一生气便对你拳打脚踢，你现在却认他当姐姐？别忘了，你是怪物，是诡异，是这世间人人唾弃的杂种。这女人不过把你当成消遣的玩具，又怎会真心对你？听到这话，我10000个不认可，转头一巴掌抽在威廉脸上。地下室里响起啪的巨大声响，这下就连周宇也惊呆了。姐姐，我是真的生气了，指着威廉震惊的脸就开始反击道：威廉，你怎么骂我都可以，偏偏最没资格说亨利的人就是你。半人半兽的怪物，不寒而栗的诡异，血脉不纯的杂种又如何？就算这世间所有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他，他依旧是父母眼里最珍贵的宝贝，是我眼里可爱的弟弟。若是连优自己也看不起自己，又怎么会得到别人的尊重？现在，立刻，马上给我和亨利弟弟道歉！没想到我会这么说，威廉突然沉默了。他转过头去，朝少年弯了腰：亨利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这么说你。少年慌张地摆手：威廉少爷，没关系，这些话我听得多了，早就已经麻木了。此时，直播弹幕又炸锅了，众人刚刚为苏木捏了一把冷汗，终于松了口气。我的天哪，木神居然敢直接上手打 BOSS， 我还以为他就要被狼人撕成一块一块了呢。好家伙，木神这招也太出其不意了，一巴掌就把威廉驯服了。我愿称他为神级驯鬼师，可比躲在庄园外不敢露头的那2个老阴逼帅多了。谁说不是呢？我记得食尸鬼老管家就是领了命令去接人了吧？没想到他俩早就跑到门口守着了，就是为了避开昨晚的死亡之夜，
真够狗的。我跑到威廉面前，语气有些急切。那我呢？喂，不是吧？这时游戏突然开始播报，威廉感化指数50%。算了，不道歉也无妨，只要感化指数上升就可以，达到50%，是不是说明威廉不会再对我起杀意了？这人要完全感化也太难了吧！不愧是副本大 boss。威廉正想将查理的尸体一把火烧了，却被我当即制止。慢着，留下他的尸体，我还有大用。威廉看着领主尸体，冷笑2声。你不会还有玩鞭尸那种恶趣味的游戏吧？我翻了个白眼，有些无语。啥？鞭尸？呵呵，兄弟，你真是太看得起我了。哦，我亲爱的哥哥，不好意思，我并没有那种怪癖，留下尸体自然有我的用处，你就别管了。亨利，帮我把尸体丢到地窖里面，发酵个1天，味道应该不错。威廉一脸嫌弃的摇头，啧，到底谁才是怪物？少年双手捂脸惊讶，姐姐，你不会也喜欢食尸吧？虽然我是怪物，但还是比较喜欢吃新鲜的人肉，这腐烂生蛆的，他咽了口水，光是想象就有些恶心。食尸鬼最喜欢的就是人尸，特别是经过发酵后臭气熏天的那种，称得上是一道美味了。他不吃，自然有喜欢吃的老诡异。而且那老鬼应该也快回来了。亨利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听姐姐的，把血吸光后抛尸吧。亨利扛起尸体就往外走去。正好脑子里闪出一条消息，在进入副本前，李刚和王强分别加了我好友，按照他们的意思是想3人合作，一起成功通关。点开消息，上面写着：苏木，我们已经在庄园门外等着了，你先打开门让我们进去，在老管家回来前先解决掉庄园里的2个 BOSS， 第3日晚上圆月之夜前再联手对付食尸鬼管家，这样胜算比较大。人物面板里的消息 NPC 看不到，但是直播视频里却能显示出来。弹幕疯狂吐槽李刚和王强，牧神，不要相信他们，这2人的话比诡异还不可信。上次王强就是用这招，先取得玩家信任，等消灭了 BOSS 以后再一刀杀了玩家，最后就他一人独享通关奖励积分，老阴人了。哎呀，谁又加了牧神好友啊？赶紧发个消息提醒一下呗。楼上，牧神刚死，第1次进入游戏哦，他太牛逼，差点忘了。我望着消息，嘴角微翘。这游戏有个老玩家才知道的黑暗森林法则，只要杀掉玩家，就能得到那人所有的积分、技能和背包道具。要想快速发家致富，打劫无疑是最快的方式。经过死亡之夜的玩家都有一定概率获得副本里的奖励。那李刚和王强说不定也是打着这个主意，见我是新人玩家，对规则不熟悉，打算来个黑吃黑。点了点消息右上角的小叉叉，我选择性的遗忘了这件事，肚子不争气的响了起来。亨利弟弟，姐姐饿了。周瑜也不在乎我到底喊他真名还是游戏里的名字，脸一红，立刻跑去帮我准备早饭。姐姐稍等，我马上就把早饭端来。一同坐在餐桌上的男人听见2人的称呼，脸一黑。啊，亨利还真的把你当姐姐了。我眉眼弯弯，脸上的酒窝露出来。当然，我也是真的把你当哥哥了呀。说着，我故意摸上威廉白皙修长的手，笑得像狡诈的狐狸。哥哥，你有没有喜欢的女孩啊？哥哥，我发现你长得正是我喜欢的类型，英俊的面庞，耀眼的黑瞳，高挺的鼻梁，性感的嘴唇。哥哥，我们一点血缘关系也没有，要不你考虑考虑我？哥哥，威廉在我一声声哥哥中迷失了自我。威廉感化指数80%，我内心在狂笑，哈哈哈哈！先是妹儿，最后变成小宝贝儿。没想到威廉居然吃这么老土的撩汉大法。弹幕里所有玩家都为我的勇气鼓掌。牧神才多大，这就饿了？不得不说，小姑娘的眼光是挺好的。在我看来，威廉确实长得帅，而且是很正派的长相。要不是变成了诡异，我都想把我闺女介绍给他。我看楼上的大爷才是真的饿了。吃过早饭，我和亨利一起到玫瑰园里采摘玫瑰，而威廉就坐在廊棚下喝着玫瑰花茶欣赏风景。姐姐，你长得这么漂亮，这玫瑰正好配你。亨利摘下一朵玫瑰别到我耳边，我像只花蝴蝶在玫瑰地里四处飞舞着。弟弟真的好看吗？少年脸红的点头，花好看，姐姐最好看。弟弟这小嘴像抹了蜜一样甜。我跑得太快，没注意到脚下的石块，身子突然往后面倒去。一阵风吹过，背后有一双手稳稳地拖着我。威廉闪现身后，我假意道谢，顺势窝进他怀里。哥哥，谢谢你。我双手揽着他的肩膀，矫揉造作地喊了声。啊，我的脚好像扭了。男人浑身发烫，别过脸去，生硬地问了一句：你不要紧吧？要紧，有点痛，要吹吹。这时亨利也赶紧跑过来，一脸担心地看着我。姐姐，对不起啊，我刚才没注意，都是我的错。弹幕满屏的怒吼，卧槽，死了还要被牧神虐狗，这可是恐怖游戏，怎么完成恋综了？投诉投诉，同意，好好的孔刘卫都不对了，生死关头还顾着谈恋爱，绝对差评。有的女玩家就狂对楼上，多好，
我就喜欢看这种又刺激又让人脸红心跳的游戏直播。威廉真的好帅，牧神也太美了吧！狼兔 CP 爱了，加一，2对 CP 我都爱，年上年下都是配呀。牧神能不能2个都收了，满足一下我的心愿？威廉正脱开亨利的手，将我抱回房间里休息。威廉感化指数100%，正好我也困了，打算睡一觉。2个小时后，玫瑰庄园的大门打开，一位老者牵着马车走了进来，身后还跟着李刚和王强，两人贼眉鼠眼的四处张望。王哥，那臭娘们是不是故意没看我们发的消息？小李，都是队友，文明些，我看小苏应该是有什么事耽搁了才没看到消息的，别急，一会儿找他问问情况。艾伦让亨利将马车停放好，给辛苦了的马匹喂些上好的饲料。走到2人面前，惨白的脸上毫无表情。李刚阁下和王强阁下，昨晚我刚到诺林城的猎人酒馆去接你们，可老板说你们早就离开了，这是为何？其中一人想都没想，便脱口而出：昨晚红月降临，再不跑，等死吗？王强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，看向李刚，心想：马勒戈壁的，这玩意是不是脑子里全装着屎啊？食尸鬼就在面前，说什么红月降临？要不是现在还不是弄死他的时候，王强真想直接刀了他。弹幕都在狂笑，这李刚简直就是猪队友啊！哪里来的憨货？前面成功闯关6次，果真都是狗过来的。我站在窗户边，听见李刚的话，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。傻逼，和这种人成为队友，王强都要憋出内伤了吧？在食尸鬼面前自爆，想不死都难啊！艾伦眯起老眼，身上冒出滚滚黑气。红月降临，你们不吐是神父和血烈吗？是在害怕什么？在躲谁？还是说你们不打算到庄园里驱邪抓鬼了？此话一出，王强差点吓尿，急忙开口解释。艾伦管家，我们昨晚只是突然有事离开，没来得及写信告知，今天我们还是按照约定赴约了，请您不要怪罪。艾伦转过身去，眼里闪过血光，两位阁下，房间已经准备好，在主厅用过午餐后，请先去休息，等待老爷传唤即可。我提醒两位一句，晚上不要随便在庄园里到处乱逛。王强点头，艾伦管家放心，我们一定不乱走，就是不知道苏木小姐在哪，我们想和她见一面。老者讨厌不守信的人，更讨厌废话多的人。小姐想见你们的时候，自然会有人去传话。李刚就是个暴脾气，见艾伦语气不耐，分分钟就想剁了他，小声骂道：什么玩意，一个奴仆这么嚣张，狗东西，我呸！王哥，按照剧情，我们已经入了庄园，接下来就是假装抓鬼，等6天后逃出去。可现在3位 BOSS 都没死，要活下来，必须得在月圆之日前就解决掉他们，不然绝对闯关失败。叹了一口气，王强摸了摸下巴，哎，计划赶不上变化，还是先和苏木会合吧。两人走入主厅中，吃过午饭后，本想在城堡里找到苏木，却被艾伦亲自送回了房间。消息面板上不断弹出消息，我连点都懒得点开，看着手里的莫比乌斯之刃，嘴角邪笑。威廉感化100%后，就将这把红宝石匕首放在床边。SSS 级道具到手。夜幕降临，我坐在主厅中，旁边坐着威廉、亨利和艾伦则站在身后。喝了口手中的红茶，我转头看向老管家，艾伦，这2人辛苦你了，过来坐下吧。此话一出，亨利立刻看向威廉，两人神色有些惊慌。他们早就知道艾伦的真实身份，若是此人对苏木出手，不可能坐视不管。正准备开口阻拦，却听见艾伦婉拒了：我亲爱的小姐，您是主人，而我是仆人，该遵守的规矩不可废。我轻声一笑，你是位聪明人，我在地窖里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，艾伦，去看看吧。老管家弯腰行了礼后，便离开了主厅。亨利猛地拍手，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，用领主的尸体收买艾伦，姐姐真是太厉害了。我不好意思的摆摆手，投其所好罢了，不算什么。弹幕已经吐槽到麻木了，我就说牧神为什么要把领主尸体留下，原来是为了用在艾伦身上。天哪，苏木的脑子都是怎么长的，居然还能想出给食尸鬼投喂尸体这招，剧情越来越跑偏，我已经猜不到最后的结局会魔改成什么样了。尸体放在地窖里熏了1天，味道估计很大，是不是就像腊肉一样？有点想尝尝是什么味道耶。楼上，你不要太离谱了。没过多久，我脑子里传来语音：艾伦感化指数100%，恭喜玩家成功感化副本所有 BOSS， 得到额外技能奖励神偷无影手。注释：此技能可神不知鬼不觉地窃取其他玩家的技能、道具和积分，每日可使用2次，有一定几率可以成功。哦，吼吼吼！额外奖励来了，这个技能简直是老6必备，最适合我了。等艾伦用完餐后，让他带我到李刚和王强的房间去。李刚打开门，看见我的第一眼，直接破口大骂：苏木，你为什么不回消息？知不知道计划都被你破坏了？我闪身，艾伦从旁边出来，瞪了李刚一眼。李刚阁下，小姐是领主千金，皇室贵族，你怎么敢对她如此无礼？他讪讪地摸了摸头，小声念叨一句：这老鬼怎么也跟来了？马德，晦气！
我假意没有听到李刚的吐槽，走进房间里。艾伦，你就在房间外面等我吧。管家绅士的弯腰将门带上。好的，小姐，我就守在门外，有事喊我。带上艾伦就是为了防止这两人黑吃黑对我下手，危急时刻就喊救命。我倒想知道李刚和王强联手能不能打过食尸鬼。王强小心地看了一眼门口，悄摸摸地问我：小苏啊，你昨晚是怎么度过死亡之夜的呀？是不是得了什么特殊的道具和技能？见我一脸警惕，他还故意说了一句：我们可是同生共死的队友啊，在这种恐怖副本里要互相沟通，彼此信任，你说对不对？旁边的李刚也附和道：王哥说的对极了，这副本有3个 BOSS， 难搞得很，要是不互相通口气，还怎么成功通关？我们有复活卡，还能再去其他副本。你死了，可就是真的死了。我暗笑几声，好家伙，还威胁上了。有复活卡是吧？嘿嘿嘿，正好可以试试刚得的老6技能，对李刚使用神偷无影手。恭喜玩家成功窃取李刚的一张复活卡，哈哈哈，好用，太好用了，也算是有了一次保命的机会。让你小子威胁我，这下你死了，可就是真的死翘翘了呢。我假意赞同两人的话，勉为其难的开口：两位大哥说的对，既然是队友，就应该彼此信任。我一个小姑娘，还是第一次进入游戏，什么都不懂，难免紧张了些。昨晚我就是躲在床底下，什么也没干，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躲过了死亡之夜。说着，还掏出了一把匕首，特意从两人眼前掠过，又收进道具栏里。醒来以后，身边就多了把破烂匕首，我估摸着这把小刀也顶不上什么大用场，就没放在心上。破烂匕首顶不上用场，没放在心上。李刚和王强从匕首出现的那一刻，双眼放光，呼吸急促。王强倒是忍得住性子，李刚惊呼道：这不是摩比斯之刃，传说中的 SS。 他还没说完，就被中年男人捂住嘴巴，使了个眼色，让他不要再说下去。红毛心领神会的挑眉，接着开口：这把小刀确实没什么用，只能用来切水果了。哇哦了一声。对了，两位大哥是不是也有什么技能和道具呀？小妹对游戏道具可好奇了，拿出来让我见见世面呗。王强想了一会，从道具栏里掏出一把银色的手枪，这是银鹰手枪，可以对付吸血鬼和狼人。李刚手上出现一个白色刺眼的光球，这是神父的基础技能，光明驱逐，对鬼怪一类最是有效。我拿起银鹰手枪，故意对着王强嘴巴biu了一声，然后放回他的手中，又用手指碰了碰那团光球。哇，好神奇的道具和技能哦！内心叫嚣着：宝贝宝贝，快进入我的小口袋里！结，全部都是我的。王强被我用枪指着挑衅，脸色有些难看。将道具收回以后便要赶人了。小苏，我俩昨夜赶了一晚的路，有些累了，你也赶紧回去休息吧。我走之前眼里闪过一抹光亮，随即点头。那行，你们好好休息。回到房间里，我手中变出一团白色光球，仔细端详起来。光明驱逐 S 级技能，对一切黑暗生物都有克制效果，是个好技能。要问我为什么不窃取王强的手枪道具？ A 级道具银鹰手枪，对付一般的吸血鬼和狼人是有效的，但威廉可不是一般的狼人，这枪有效，但作用不大。此时直播弹幕里众人又疯狂了起来。牧神你最牛！没想到我看走眼了，这乃是什么新人玩家，明明早就把一切规则和道具用途摸清楚，他是游戏老手。看来牧神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又得了一个游戏奖励的隐藏技能，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偷东西，我猜肯定是 S 级技能神偷无影手。扮猪吃老虎，李刚和王强这下算是遇到对手了，牧神这秃是顶级老六啊。第二日早上再次见到李刚和王强的时候，两人的眼神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每人身后还背着一个小布袋，鼓鼓囊囊的。呵，不愧是老玩家，总能找到游戏设定的 bug。神偷无影手这个技能只能窃走放在玩家个人道具栏里的东西，他们将所有东西都拿出来背在身上，就是为了防我这个小偷。两人低着头不停地在说些什么。王哥，那臭娘们昨晚偷偷顺走我的复活卡和光明驱逐技能，看样子从一开始她就是有备而来，没想和我们联手，不如今天就干了她。王强看了我一眼，心有忌惮。行，不过我怕他身上还有什么其他我们不知道的秘密。昨晚那食尸鬼一直跟在他身边，好像还挺听他的话的，该不会是什么能够操控 NPC 的顶级技能吧？李刚摇摇头，不可能，他刚进入游戏，怎么可能一天过去就能获得好几个技能和道具？我看着两人窃窃私语，嘴角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。两位大哥，昨晚睡得还好吧？李刚吐出一口痰，暗骂道：好个屁！马德气得一晚没睡，困死了。见他们没回答，我笑得更加开心了。父亲大人正好外出，两位大哥既然是上门来抓鬼的，那就请自便吧。说完，我跟着亨利继续到玫瑰园里去采摘玫瑰，威廉和艾伦去干别的事了。眼看只有我和小 boss， 李刚和王强使了个眼色，跟了上来。小苏，我俩反正也没事，不如一起吧。我温柔的点头，当然可以。
我和亨利走在前面，两人跟在后面。王强手里拿出一把匕首，对着我后背就想刺来。这时，他们耳边突然出现一道低沉沙哑的男声：“两位阁下是想对我们小姐做什么坏事？”吓了一跳，王强手里的匕首掉落在地。我转回头去，假意吃惊大叫：“啊！王大哥，你想对我这位手无寸铁的弱女子做什么？”艾伦、亨利，给我把他们两个绑了，扔到地下室里。两位诡异的捂嘴一笑，掏出准备好的绳子，3两下就把人捆好了。我将他们的布袋全部收进道具篮里。艾伦的嘴巴突然裂开，伸出细长的舌头在李刚的脸上舔了舔。好鲜活的人肉，小姐，这两人的尸体要留给我，这次我要腌得更入味些再吃。亨利从大口中吐出一条手指粗的触手，贴在王强颈边。姐姐，这两人的血闻起来甜，我都有些等不及了。摸了摸少年的脑袋，我嘿嘿大笑。急什么？月圆之夜你们都要变身，既然要玩，就玩得更刺激些。不如明晚将他们放了，来个你追我逃的捕猎游戏如何？弹幕里玩家和观众都蒙圈了，卧槽！好 BT， 我好喜欢啊！这是什么游中游？游戏里面还有更刺激的小游戏。苏木，你是我的神，期待明晚决定死守直播。+1。哎呀！苏木，你就是个疯子。小苏啊，我错了，放过我吧，我绝对听你的话，再无二心。我摸了摸李刚的脸，有些嫌弃的用帕子擦手。别怪我，要怪只能怪你们掀起了不该有的坏心思。一个专门用迷药迷晕少女后作恶的强奸犯，还有一个是伪装善良后屡次杀人的连环凶手。你们两个天生坏种，死不足惜。李刚和王强听见我的话，双眼瞪大，不停挣扎着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怎么知道？这游戏里面恶名昭著的玩家我都研究过，这些狗杂种套着人皮，做的是比怪物还可恨。李刚对数十名少女下手，先是用手帕捂住女子口鼻，然后进行强奸，最后还有录像，以此来勒索钱财，让他们不敢说出去。王强更恶心，装出一副与人亲近的老好人样子，实际上以杀人为乐趣，寻求刺激，杀了人还装成自己是精神病患者，以此躲过法律制裁，结果最后被人报复而死。艾伦、亨利，他们嘴太臭了，给我打晕锁起来。两人一同回道：“好的，小姐。”身边没有臭苍蝇，果然清静多了。亨利和艾伦专心地采摘玫瑰，我就喝着花茶，惬意地休息。身边的威廉时不时地看向我的脸，视线相对后，他又害羞地转过头去，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哥哥，你是在偷看我吗？男人黑眸微颤，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对吧？我有些诧异，为什么这么问？在我印象里的你是高傲、不可一世的木偶贵族小姐，精致的不像人，和我们一样，像是遵循着什么不可抗拒的规则，机械的活着。而现在的你，表情生动，鬼灵精怪，美丽外壳下是一个跳动的心和鲜活的灵魂，就是有些让人觉得不可理喻，还很变态。这人到底是夸我还是损我？弹幕里差点笑死，恭喜威廉大 boss 发现了滑点，牧神确实有些 BT 属性。哈哈哈，这算是官方吐槽吗？ NPC 说出了广大观众想表达的话，我怎么觉得威廉好像也恢复了人性了？这些话是 NPC 会说的吗？没想到威廉会说出这番话，倒是让我觉得有些诧异。威廉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是人。威廉，我的意思是，你和我一样，并非原本就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，你只是待的时间太久，久到忘记了很多重要的东西，只要你想，那些记忆就会回来的。威廉，你已经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份了，不是吗？男人沉默着望向天空，我不是威廉，那我究竟是谁？我掏出摩比斯之刃放在他面前。哥哥，我想知道这把匕首为什么会在你身上？威廉想了想，随后开口，前段时间领主大人曾经招待了一对商人夫妇，他们去过许多地方，身上有很多奇珍异宝，这把匕首就是他们送给我的。但我总觉得红宝石与你很相配，冥冥之中这把匕首就应该属于你。商人夫妇，我猛地抓起威廉的手，激动地摇晃起来。那对商人夫妇长什么样子？威廉有些奇怪，那对夫妇来的时候，他记得苏木明明就站在旁边，为什么会不记得？对了，查理和他们一起留下一幅人物素描画像。我抢过威廉手中的画像，上面画了5个人。我的身边站着一对笑容熟悉的夫妇，那轮廓，那面容和爸爸妈妈长得一模一样。是他们，肯定是他们没错。威廉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激动，只是用手拍着我的后背。苏木，你怎么了？喘了口气，我冷静下来。威廉，你还记得他们去哪里了吗？他好像记得那对夫妇走的时候说了几个字，但是怎么也想不起来说了什么。好像是4个字的地方，具体是哪里，我记不清了。4个字，这游戏里4个字的副本太多了，足有上百个。我要去哪儿找爸爸妈妈？这时我突然注意到素描画背面有几个字：移动迷宫。重生里确实有移动迷宫这个副本，还是 SS 级超困难副本，有线索了。弹幕里大家都在议论，
听说牧神是自杀以后进入游戏的，但我怎么觉得他不像是会自我了断的那种人？你没看苏木刚才拿到那幅画像有多激动？他是不是在找画里的那对商人夫妇啊？可是那对夫妇既然能到处穿梭于副本之中，应该不是玩家变成的 NPC， 而是游戏里面本来就设定好的程序 NPC 吧？第3晚的月圆之夜终于到来了，时钟指向凌晨0点时，玫瑰庄园中雾气朦胧，血红的圆月挂在天上，营造出一种紧张的氛围。地下室的铁门被打开，李刚和王强急忙从牢里逃出来，他们身上除了衣服，所有东西都被苏木抢走了。这时，王强在灌木丛里摸出一把斧头和一把银剑。王哥，你的道具不是都没了吗？中年男人冷哼2声，年轻人做什么事都要有2手准备，这是我藏起来的最后2个道具，雷神战斧和夺命剑。这把剑你拿着，记得最后得还给我。李刚奸笑道，有道具就好办多了，王哥放心，我肯定还你。两人走入城堡中，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挪着。2楼黑暗处突然传来一道清脆的女声：“2位哥哥，一起来玩躲猫猫啊！”随着布帘拉开，我身后站着的3位诡异也闪亮登场。威廉的狼人形态高大威猛，朝着2人发出怒吼：“嗷呜嗷呜！”亨利也变出七塞满本体，巨大口腔里利齿呲呲作响。最后的艾伦则依旧维持着人形，只是他双目通红，舌头伸出在空中跳跃，已经有些等不及了。弹幕掌声轰动，哇！牧神太帅了，3位诡异也好帅啊！冲啊！把他们吃光光！你们有没有觉得有牧神在的地方，诡异都变得木青木秀了，甚至还有点可爱？说是诡异，其实他们和我们一样，最开始也是人，只不过迷失在游戏世界里，成为 NPC 罢了。李刚手握银剑，一脸害怕地看向我。苏木，你当真要和诡异为伍吗？你就不怕被游戏管理员发现，直接将你抹杀掉？呵呵，与诡异为伍。李刚，游戏管理员早就知道了吧？这只不过是游戏的一种新玩法，我给运营商提供了新思路，他们还得感谢我才是。我留点时间让你们藏起来，倒数1分钟计时开始。59、58。王强见形势不对，用手将李刚往前一推，自己撒腿就跑。红毛没想到最后居然被队友坑了，厉声道：“草泥马！王强，你居然拿我当垫背的！”李刚吓得也赶紧一溜烟跑了。1分钟很快就到了，我双臂张开，亲人们，狩猎开始。王强在玫瑰园的小森林里蹲着，双手紧握着雷神之斧。他才不像李刚这么傻，躲在城堡里和羊入虎口有什么区别？还是外面地方大，就算打不过，也容易逃跑些。反正副本任务是存活4日就算成功，一会就跑出庄园外，我就不信还能被找到。可惜还没等他有所行动，已经被威廉发现了踪迹。嘎贡，你被找到了呢？王强心猛地一跳，手里的斧头朝着狼人的头砍去。缠绕在斧头上的雷电击在威廉身上不痛不痒。你是在帮我挠痒痒吗？中年男人不可置信地大喊，怎么可能？雷电之力能克制黑暗生物的行动，你怎么一点事也没有？威廉哈哈大笑，别想了，该去死了。利爪之下，王强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，直接被撕裂成肉块。这时艾伦突然出现，脸色有些沉闷。我不是说了要留个全尸吗？这样看起来都没食欲了。威廉张大嘴巴，艾伦管家，不好意思，我杀红眼了。弹幕满屏问号。威廉 boss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礼貌了？就离谱。另一边，在城堡最里面找到一间房间，李刚就躲在书桌底下，他捂着脑袋开始祈祷。找不到我，找不到。没多久，房间的门被打开，巨大的七塞蛮缓缓爬入，地板上出现一道腥臭的粘液。李刚的太阳穴砰砰直跳。嘎贡，又发现一枚小可爱。亨利谨记艾伦的嘱咐，要留个全尸。将人一口吞下后，吸光血液又吐了出来。艾伦闪现，看见满是粘液的尸体，食尸鬼第一次觉得有些反胃。亨利，你还是直接吃了吧。我坐在玫瑰园里欣赏月亮。没一会儿，3人同时出现，各找了一张椅子坐下。难得的温馨时光。今晚的月亮真美啊。亨利一点也开心不起来。姐姐，你明天是不是要离开我们了？眼角泛起泪光，我有些哽咽的点头。对，明日就是第4日，我也该走了。诡异一般不会有人的情感，一旦恢复了人性，就会变得更加容易感伤。他们都是经过了许多离别才来到游戏里的，再次开口竟是这般不舍。强颜欢笑，我拿起茶杯和每个人相碰。啥周瑜，你哭什么？我能活下来，还要多谢你们的帮助。分开才有下次的相逢，我觉得我们肯定还会再次见面的。周瑜肯定的点头，姐姐说的没错，我们肯定还会再次相见的。在城堡里的最后一晚，我睡得很好，就是中间好像感觉有什么人进来过。那人在我额头上轻轻留下一吻，放下东西就离开了。我知道那人是威廉，他不好意思亲口与我道别，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和我说再见。床旁放着3件物品和一封信。弹幕粉头们快要磕疯了，啊呀呀！
我的狼兔 CP 是真的。威廉小心翼翼地亲吻牧神的额头，要不要太爱了？我要关注牧神，这次游戏直播太精彩了，可以 N 刷无数次。游戏开始播报起来，恭喜玩家获得 S 级道具七塞满毒液，对诡异有剧毒效果。恭喜玩家获得 SSS 级道具诅咒娃娃，一次性道具，可诅咒任意一位诡异，使其彻底死亡。恭喜玩家获得 SSSSS 级道具狼牙吊坠，狼人族首领信物，可号令游戏中的所有狼人。玩家在超 S 副本玫瑰庄园中存活4日，成功通关，获得奖励100积分。玩家成功感化3位 BOSS， 游戏额外奖励 NPC 召唤技能，可在任意副本中召唤感化值达到100%的 NPC， 每个副本3次机会。玩家拿到商人夫妇留下的素描画像，成功发现隐藏任务，得到进入移动迷宫副本次数1次。我走到阳台，看向玫瑰园里的3个人，挥起手来。威廉、亨利、艾伦，我们下个副本再见。他们站在初升的旭阳下，脸上扬起笑容。苏木，保重。移动迷宫副本，我来了。